小小摇摇天地，我尽自由。共饮一杯酒，人间本来情难求，相思啊难了，豪情再现，乱云飞渡人间游。花一叶扁舟，谁愿与我共逍遥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不如与天尽自由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不如与天尽自由。这招引蛇出洞，你没想到吧？大胆穿山甲，见到玉帝还不下跪！玉帝赏罚不公，我穿山甲不服，不跪！大胆！穿山甲，在凌霄殿上你敢如此放肆？看来八仙告你挑拨离间，扰乱地府，盗走魂魄，火烧龙宫，杀死龙王之子，全都属实了。穿山甲，你变成何仙姑的样子来破地狱，嫁祸我们八仙，你的心真狠呐！我只不过用3昧真火吓吓龙王，谁知道你却引火入海，真的把东海给烧干了！你真卑鄙呀你！八仙虽然不才，但幸好众仙相信我们是无辜的，今天才有机会布下这个局，和你当面对质。对质？不错，我是上天庭救何仙姑，可是为什么把这么多罪名加在我身上呢？破地狱、盗魂魄，我倒想问问阎王，你什么时候亲眼看见我在地府出现了？啊！我要问问龙王，我什么时候跟你结怨？为什么要杀死太子？你又可曾亲眼看见我放火烧龙宫？哼哼！玉帝要怪罪我私闯天庭，我无话可说。可为了何仙姑，我敢做敢当，死而无憾。可要把八仙烧东海、破地狱的罪名都加在我身上，我穿山甲就是不服。穿山甲，你实在很狡猾。八仙如果真要破地狱救春英，大可硬来，何必要韩湘子代受刑，让何仙姑盗魂魄、鬼鬼祟祟，多此一举？只有妖怪才这么做。说的有理。玉帝分明偏袒八仙，大胆！哼，我还没说出理由就喊大胆，还说天有天理。如吕上仙所说，八仙有能力硬闯。那如果反过来说，你们怕被责，故弄玄虚，好让大家认为不是你们所为。好，正如吕上仙所说，是妖怪所为。可是天下妖怪何其多，为什么一定是我穿山甲？我冒死闯天庭，是为了要救何仙姑。试问，我怎么会嫁祸于他呢？所以我说，玉帝你偏袒八仙。如果不是，请玉帝惩罚八仙，我马上叩头谢罪。不然我问你，以后玉帝凭什么领导众仙，威震三界？请玉帝惩罚吕洞宾，八仙有罪，但罪都在我身上，请玉帝严惩。吕洞宾，你干什么？洞宾，你不要胡乱认罪啊！吕洞宾，八仙一直都不认罪，如今又何出此言呢？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邪之所以不能胜正，靠的并不是口舌之争，是在于公道。像穿山甲这类邪魔外道，怎么会明白天有天眼？你可以矢口不认罪，但你真以为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？你错了，天有天眼。洞宾请玉帝以无上仙法变出天眼，重现地狱龙宫种种发生的事端，到时自会真相大白。洞宾知道打开天眼有损玉帝神功，让正道不容妖魔作祟，请玉帝明鉴。八仙天有损玉帝仙体，恳请玉帝恕罪。天上一劫，地下一劫，
为应解八仙出世，历尽风风雨雨3灾9难。身为玉帝，若怕有损仙体，就如穿山甲所说的，不配坐镇3界，领导众仙。玉帝应允，打开天眼，除魔外道。是我干的，是我将春树精变成何仙姑的样子，盗魂魄嫁祸给八仙，烧东海杀太子，也是我穿山甲干的，又怎么样？你这个畜生！通天说的没错，什么都是假的。何谓正邪、善恶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4个字：成王败寇。哼！我今天落在你们手上，要杀要剐随你们便，要我服你们，凭什么？穿山甲，这个时候你还冥顽不灵？韩湘子，别忘了当日你还骂天3声呢。我做错事，如果要罚我，玉帝更应该受罚。穿山甲，你这大胆狂徒，竟敢在凌霄殿口出狂言呐！啊！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这样执迷不悟？难道我没有想过改过吗？我甚至可以连蚂蚁也不吃，为了一条天规，何仙姑你就不接受我？玉帝，你凭什么立下天规，说神仙不能谈情？是你逼我做妖的！大胆妖怪，竟敢在此胡言乱语！神仙当然不能谈情。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吗？既然你们是神仙，就打开天眼看看人间，男婚女嫁，天经地义。我问你，为什么神仙不可以成亲？为什么神仙不可以有7情6欲？我问你，这是什么天规？为什么这样岂有此理？为什么要有玉帝？为什么神仙自己不能做主？人间有皇帝专政，就弄得民不聊生，难道自己管自己不好吗？吕上仙，你也不是骂过王母，问为什么牛郎织女1年只会1次面？哼！如果天庭由我做主，韩湘子，我一定让真娘复活过来，让你们成为神仙美眷，也让你娘跟你团聚，如何？我要请问众仙，为什么对朋友之情是义，对父母之情是孝，对国君之情是忠，可是男女之情却是孽是罪？为什么要打入18层地狱？为什么要为天理所不容？为什么不敢说话？怕被贬下人间？啊？什么玉帝？哼！天条？哼！全都是狗屁！对月行单望相护，只羡鸳鸯不羡心。穿山甲，你问得好。何仙姑只有一句话：说情，吕洞宾有情；说义，韩湘子有义。可你穿山甲就不配说情这个字。我不配。设天规并非只为情，而是为了戒杀、贪、妄、荤、色。没有天规天条，天庭就有无宁日。你在这大言不惭，说玉帝凭什么受众仙尊敬？那你又凭什么和玉帝相提并论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才去造孽，弄得地狱大乱，火烧东海，烧死千万水族。试问，这是为了情，还是为了恨吕洞宾，想拔掉这个眼中钉？我知道你对仙姑好，可是你却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有没有喜欢过你？我为何一定要喜欢你？我只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知道你在天庭有危险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我知道你会来救我，所以我才出主意设下这个圈套，引蛇出洞。什么？是你？八仙应其而生，我的职责就是为那些被你无辜害死的人除魔卫道。何仙姑是喜欢我的。吕洞宾，我要你痛不欲生！你竟然学人修道，我把你打得魂飞魄散，看吕洞宾配不配说情。
万轮翻。牡丹。牡丹，义母，追！牡丹，牡丹！义母，你怎么样了？义母，义母！阿弥陀佛，穿山甲，佛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佛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呀！除妖卫道，普救众生。阿弥陀佛。参见佛祖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穿山甲是自食其果，行善者则天门大开，行恶者则自当吃其果。阿弥陀佛。谨遵教诲。义母，快把手给我，快！海强子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了！不，快拉住我！不，春云大恶不赦，死有余辜。我不想连累你呀，你快走啊！不，龙三他等着你回来。义母，快！海强子，答应我，好好照顾龙三。义母，义母，义母！韩湘子，多谢你让我摒弃了仇恨，我现在很安详，很快乐。我们都已经约了几次功了吧？不如向上天求救吧。还是求玉帝王母吧。那好，我们这就去吧。哎，没用的，没用的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走吧，走走走，走走走。走吧。我不太记得以前的事了。关于牡丹仙子的事，我也是从
仙姑那儿听一些，从你这里听一些。我若有遗憾，就是不能感受到牡丹仙子和东华，或者是董斌在一起的快乐。不管是东华，或者吕洞宾，他们都辜负了牡丹仙子。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，可不可以？我可以为你施法，可是你是怕我难受，还是你会尴尬？你的心愿，我应该帮你完成。可是我是真的怕你会难受。没关系，只要是跟你，就算是痛苦，我也会觉得是甜蜜的情到深处。无怨有白牡丹能够遇到吕洞宾，夫复何求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红叶？你给我的时候，我问你，我们是不是相爱得很苦？没想到，真的很苦。我从来没有开心过，不过现在回头看，倒觉得很开心。只可惜我们有缘无分。是我不好。当日你骂三不该，你问我有没有喜欢过你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只是不敢回答。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我是上仙，玉帝赋予我重任，我必须要克制我自己。当日你逼我打你3巴掌，要我打醒你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真的下不了手。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吗？我现在说这番话不是在安慰你，我也不是想说什么话让你开心。我现在可以感受到结发情的情深意重。我知道我们现在不能成为夫妻，可是在我死前应该还可以。我不许你乱说话。就好像红叶诗一样，宫女以为已入了深宫，无由得见春。等到红叶飘去，她也绝望了。但在墙外的书生接到了红叶，在宫外流连不去，因此惊动了皇上，以为皇上会杀了他们，没想到皇上却被他们感动，让他们2人结为夫妻。牡丹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甘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你知道吗？我心里真的好喜欢你，真的好喜欢你，生生世世我都愿意娶你为妻。一入深宫里，无由得见春。题诗花叶上，寄语皆留人。一城负气，我也该为你立下一个石碑。穿山甲，本来我们可以翻天覆地，一方称王，甚至扭转乾坤的，可是你却为了一个何仙姑，自寻死路。你自己想想。我是怎么对你的？为了你，我不顾一切一切。可是你却为了一个何仙姑，连自己的命也不要。已经死了，还好在7749日之内能够见到你，可借你的魔功修我真身。穿山甲，原来你还没死！你想怎么样？你想化了我？这注经，你可不要怪我，宁死莫活。你也负700日恩，你要练神功，我一定会捉妖怪给你练的。我一定会帮你的，教主，我求你，求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我可以为你做一切的。我可以放了你，你先跟我说情分。何仙姑说不配说情，听情分，我还会放了你吗？八仙，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韩湘子。天意不可违，何必强求？湘子不敢冒天下大不韪，但是我相信笑能感动天。春英虽然已经灰飞烟灭，死前能舍身为道，也是一番功德。龙三和春英母女相认不久，相处的时光太短暂。还有白牡丹，她虽然不应该对吕洞宾动情，不过北方光芒万丈。北斗七星看来要被这片光芒所遮盖。10万年一次异象，乾坤在变。菩萨是说乾坤在变，天生异象，春英、白牡丹就能够再生。过东海寻灵石，斗转星移，死而复生。韩湘子，菩萨真的这么说？菩萨提点，10万年一次天生异象。想必可以转乾坤，改天命了。春英能复生就好了。龙三表妹没事，我更担心。如果他像以前那样发脾气，反而更好。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了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是不会放弃救回牡丹的。
我陪你去。对，八仙一起去，八仙是一体。哎，对了，要是我不去啊，我们就不是八仙啦。哎，对，那好，我们大家过东海寻灵石去吧。好，过东海寻灵石。碧波万顷，清风徐来，真是快哉快哉呀！最痛快的就是跟众仙友同行了。浩浩东海水，东流长不息，悠悠不见底，情义比天高。比天高啊！好一个情义比天还高啊！喂，怎么你们还落在后头啊？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良辰美景，当然要与众仙共享。大家小心点。大家小心了！小心呀！唐国舅。来，采花。在我的手里！哎呀，穿山甲！好，穿山甲！八仙归位。穿山甲，你逃不了。根本就没想过要逃。铁棒磨成针，其实不管我怎么磨，你都不会喜欢我。因为你磨的不是你的心，你一直认为你只是一只妖怪，没有权利，没有地位，所以我不喜欢你。你以为只要有了权利，你就能得到我？你错了。如果当初你忍辱负重，受不了杀通天教主，斩妖除魔，或许我何仙姑不能不对你动情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我加入通天教，
只是想从吕洞宾手中抢回你。我说过，为了你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肯做。仙姑，我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你。我跟你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说到底，你还是在骗我。难道男女之间就只有情，不能有义吗？对，我只知道有个情字。为了你，我可以连蚂蚁都不吃。为了你，我甘心在通天教做条狗。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？你还记不记得你说过，就算是说谎，你也不会哄我。你要斩妖除魔，我成全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我只是想感化你，要你改过，不是要逼你走上绝路。我们给过你机会，希望你像春英一样，能够放下屠刀。可你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有哪一件是好事？你杀了无数的人，你自己说，你这双手沾满了多少血腥？你要死，也要别人一世不安。为什么我会在云霄殿上说你不配说情这个字？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是情。你说你喜欢我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，你错了。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。其实你最爱的人是你自己。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居然说我是为了自己，你未免太狠心了！你，如果说你跟白牡丹一样情深不悔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只尊敬白牡丹，而不是你。因为白牡丹可以求通天教主杀了洞宾。爱一个人不是占有，不是天长地久，也不是生死相处，是要让他快乐，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。这些你都做到了吗？你因为恨洞宾，为了要让他痛苦，你竟然杀了白牡丹。你明知道我跟牡丹情同姐妹，你这样做伤了我心，你知道吗？春英是为了报仇才做魔，通天是为了名才做魔，而你呢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，到底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自己？
我不是不相信菩萨，只是可能我们真的会错意。过东海寻灵时，斗转星移，死而复生。说的不是你娘，也不是牡丹，而是穿山甲。我娘杀人无数，罪孽滔滔。就算她帮过你们，也未必会。善哉，善哉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参见菩萨。参见菩萨。孝感动天，春阴还阳。善哉，善哉。春英参见观音菩萨。娘，龙三，娘，女儿，你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女儿。人间有向善之心，人间就充满希望。春英回头是岸，成熟可喜可贺。善哉，善哉。多谢观音菩萨。参见观音。不是白牡丹，你很失望。善哉，善哉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春英死而复生。洞宾生性轻狂，请菩萨莫怪。你何罪之有？白牡丹应咒而死，你自然会心疼。只是，你刚才为何不发一言？洞宾不敢。为何不敢？当日我选择了众仙友，我就知道必死至亲至爱的人是牡丹。我心里不断地问我自己：我这样做是不是错的？我多么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自己。我也不愿看到牡丹为我受苦。菩萨，八仙应劫而生，斩妖除魔，如今功德已成。可是我心里面一直背负着对牡丹的歉疚，我愿意以我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牡丹的重生，求菩萨成全，求菩萨成全。过东海，寻灵时，10万年的异象。吕洞宾，如果我再告诉你，白牡丹真的会出现，再赐你玄机，你会不会相信？八仙聚义，人间有情，善哉，善哉。八仙聚义，人间有情。你要我说多少遍啊？你可不可以做好一点啊？已经做得很端正了，娘子。做了人家的相公啊，做要有做相，免得那些小猢狲呢就有样学样了。不要弄乱我的头发，娘刚帮我梳得很美。喂，你是大哥不是大姐姐啊？我敢打赌，我应该是做老大才对，我的样子像大哥。喂，不要抢我的鸡腿！你不吃，我吃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，我要睡觉哎。咦，你们看那个小姑娘多可爱，跟我最相配了。
还是弟弟好，吹箫吹得好。喂，上次你跟我借1个铜钱买冰糖葫芦，现在我要你还我2个铜钱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闹了，快过来，娘给你们讲故事啊。好。上次我跟你们提起外婆，你们知不知道外婆年轻的时候是很漂亮的？娘，外婆以前很漂亮的吗？要是外婆不漂亮，怎么能把娘生得这么漂亮？要是娘不漂亮，又怎么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？我敢打赌，你真不害臊。不害臊，好了，你们的外婆啊，不止漂亮，还舍己为人呢。哎，娘，什么是舍己为人啊？就是为了别人而不顾自己。你们说外婆伟不伟大？其实你们的娘也不差，连上天呢都被她感动了。还有你们爹爹我也不赖啊。外婆是不是真的？你快讲给我们听。好啊。发现来了！管理叔叔，你还没教我法术呢。哎，小年纪学什么法术呢？哎，先把书读好，我再教你啊。好。你今天有没有请哥哥姐姐们吃冰糖葫芦啊？当然有啦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懂不懂？懂。箱子叔叔，什么时候教我吹箫开花啊？你呀，先学会我教你的曲子再说吧。看你吃的满嘴都是的，好学不学？学我张国老。岂有此理！我去教训他。哎，你呀，忘就是忘。小年纪你就学大人犯情节啊？那今天有没有跟人家打赌啊？没有打赌，真的没有打赌。真的。你们这些小猴孙呢，别闹了。一定是你跟他们跟久了，见的他们多，所以啊，生出来的孩子像足了他们八仙。哎，像我们八仙有什么不好啊？对啊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好，当然好啦，你们八仙佳话永流传嘛。八仙佳话永流传，永流传。我们八仙再游一次东海，怎么样？来好。小小孩。